乒乓球是我国国球，在街头巷尾，上至白发老人，下至无耻微童，你都能看到他们打乒乓球的身影。而 VR 是最近10年科技圈最火热的概念之一。在所有的 VR 应用里，我最喜欢的是一款叫 Eleven Table Tennis 的乒乓球游戏。我的 VR 设备在99%的时间里都只会玩这一款游戏。它对于乒乓球手感的模拟做得非常优秀，你可以像现实中一样做颠球、发球、正手弧圈、反手拧拉等等动作，也可以根据现实中的情况调整球拍的握法、弹性、摩擦力。游戏里还有专门的发球机，提供不同的发球程序，可以日常训练。以上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让你的体感更加接近现实世界。接下来你看到的是我和派大星线上打球的录像，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个拟真程度。好球！好球！最后一个啊！不知道大家看完录像觉得怎么样？但至少这个游戏在过去的2年里，给我这个不爱出家门的宅男带来了无数次运动之后的快乐。对我来说，至少比1年用不了1次的健身环容易坚持得多。然后问题来了，虽然我很喜欢这个游戏，打的也还算凑合，在全球10几万的玩家里可以排到前2000多名，但是我几乎没有在现实里打过乒乓球。我玩这个游戏是基于我对 VR 的兴趣，我对乒乓的记忆也仅限于小时候上的体育课而已。而大家可能知道，赛车模拟器的发展已经有很多年，甚至已经成为了职业车手的日常训练装备。我在网上也经常看到赛车模拟器高手去挑战现实世界赛车的视频，所以我很想作为 VR 的小白鼠去尝试一下现实世界中的乒乓球，看看 VR 乒乓对于现实乒乓的学习能有多少帮助。为了这个目的，我来到了一家专业的乒乓球馆。OK， 今天呢，我就请到了一个专业的乒乓球教练来教我这个虚拟的乒乓球选手。来，请您先自我介绍一下吧。大家好，我是原国家乒乓球队运动员刘亚楠。您觉得，就是我作为一个虚拟的乒乓球选手，到了现实中可能会遇到什么问题？问题应该是谈不上，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首先第一个就是打乒乓球过程中的话，有一些合理性的动作，可能在虚拟的 VR 之中的话是体验不到的。另外一个就是球拍与球之间的空间感，这个可能也是不太一样。第三个的话，应该是手感上也会不太一样，可能在 VR 当中的话，可能它相对弱一点。不像在咱们真实打的过程中，可能体验的比较丰富一点、强烈一点。明白。OK。可是让我没想到的是，我遇到的第一个挑战，并不是这3个问题里面的任何一个，而是这么拿吗？首先，手掌贴住这个手柄的后边，这样。对，然后3个手指，中指、无名指和小拇指握到这个球把的下边。食指呢？食指放在那个球拍的后面，放在红色那边。这样。对，确实和 VR 不太一样。我这试一下能不能发出去，我都不知道能不能发出去。不太对，这个不太对，跟虚拟中完全不太一样。我试一下。对。哎，过去了。哎，这个我在 VR 里就直接能过去。球拍与球之间的空间感。确实。在出了一系列洋项以后，大约15分钟，我开始逐渐上手。好球！也能和教练连续做几个这样的正手回球。好球！运气好的时候还能得1分。但是我很快发现了另一个问题。现实里的乒乓会把 VR 里的问题放大。我在 VR 里最大的问题是反手不够稳定，失误率很高，而到了现实里就是根本打不上球。一上来你要动手腕的话就会漏，所以说那个 VR 的缺点会让我过于早的接触一些应该学的东西，然后导致我的动作变形和固化。因为它简单化了嘛，简单化了之后的话，你感觉我要正常，我一挥就能打过去，然后你就会进入到第2个阶段，你就会用手腕加旋转、加速度。你这样的话，其实但是你现在击球上手感是没有的，没有一个第1阶段，所以你第2阶段做的话打不上球。对，你看你现在用第1阶段的方法，你是可以打上球的，
刚刚你一夹，你就像你习惯的那个动作一样，你一夹手腕，你球全打漏了就。对你现在这样，它有一个过程的。不得不说，在刚刚体验现实乒乓的过程里，开始时候教练说的问题是一个不落的展现了出来。而尽管我在虚拟世界里打了很久，在现实里还是被评价为。您觉得我从 VR 里学到的东西是现实中的什么水平？基本上，初级水平，启蒙阶段。而为了让这次的体验更有意思，我也邀请了刘教练带上设备，体验了虚拟世界的乒乓球。不得不说，在一个乒乓球馆里打 VR 乒乓，这个画面看起来还是太赛博了一点。相同的是，虚拟世界里，现实中的选手也同样会遇到适应性的问题。哎，我这掌握不好它这个空间。对，这个就是我在现实中的遇到的问题，跟您遇到在虚拟空间遇到的是一样的。我这么转啊？哎，我明白了，我就跟你打起来，我就赢了。而不同的是，现实中的国手在虚拟世界里适应速度明显要快得多，而适应以后，现实中的战术和套路也更容易应用在虚拟世界中。哎呦 ，nice， 哎，这个技巧都很溜啊！我。而在虚拟世界里，现实中和教练差距悬殊的我，在游戏里竟然有一种势均力敌的错觉，从而也让我们体会到了竞技的快乐。我反拉我。对吧？好球 ，nice， 这个拉的真好。我去！哎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刘教练在虚拟世界的乒乓里，感觉明显会更放松一些。在体验之后的采访里，我也问了他这样一个问题。您觉得试完 VR 以后有没有对它产生一些兴趣，会自己搞一台来平常闲暇时候玩？我觉得产生了一定的兴趣。然后就是感觉在里面的话会更有意思，因为现在我们在这个日常来说的话，提升一点水平已经非常困难了。它可能需要很长100个小时，它才能提升一点点。在 VR 里边的话，我打第一次和第二次会有明显不一样的感觉，我觉得更有兴趣，就是这个反馈会更快。对，就是我打一会儿我就感觉，哎，我原来可以这样去打球。然后今天我就把这个拉球体会到了。对，但下一次的话，说明我有兴趣的话，我可以更体验一些，就是反手拉球啊，或者说是搓球啊、加旋转啊什么的，这些可能慢慢的就会更有兴趣一点。没错。所以您觉得就是打下来这个 VR 设备，或者说这个 VR 游戏跟现实中还有什么差距？我觉得从视觉角度来说的话，做的体验感各方面还是不错的，就是跟真实的这种台面球拍这种关系的话做的挺好的。但是从这个触感和触觉的这方面来说的话，相对来说还有很大的提升的空间。比如说就是这个球打到我的球拍上之后的这种手感的反馈，以及假如说你制造一个旋转球过来，比如说是一般旋转和强烈旋转打到我的球拍上以后的话，就包括我抓的手柄的时候，我是没有感觉的。明白。不知道该使多大的力量去抵消这个旋转，或者是怎么样，就是从触感上还是要提升一点。就像刘教练说的那样，游戏目前最大的问题在于模拟受力的程度不能说足够接近真实，但这个游戏至少让我体验到了未来和我们的距离在不断接近。1972年，雅达利公司发布了世界上第一款电子游戏，就像你看到的这个只有横竖像素点的画面，就是电子街机游戏的鼻祖 Pong。它凭借对于乒乓球的模拟和简单的玩法，让它和后续的模仿者在各个平台的销量已经不计其数。而最初运行它的设备有这么大，我觉得如果倒退回50年以前，我应该没有办法在上面学会乒乓球。现在50年以后，我们已经可以在头戴设备上让亚洲和欧洲玩家远隔万里流畅对战。如果未来 VR 设备变得更小，手柄的拟真能力变得更强，三体里的万向跑步机这种产品越来越成熟，那会不会有更多运动被搬进 VR 里？会不会有像电子竞技一样的大型 VR 运动比赛？在比赛最后一把，某一队扮了猛犸取得胜利？会不会诞生像燃油车与电动车一样的原教旨主义者与追求革新朋友的大型争论？我并不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但是我很期待接下去新时代的到来。最后，再次感谢北京朝阳英才乒乓球俱乐部和刘亚楠教练的支持。
因为这次的体验，我准备在那儿报个初级班，看看能不能把2个世界的乒乓球水平同时提升一下。OK， 如果你还有什么问题，欢迎在评论区里提出，也可以关注这些专精于这款游戏的 UP 来获得更多信息。同时也非常感谢你们能看到这里，这也是我第一次做这种类型的视频。如果你有什么想说的，欢迎在评论区里跟我交流。OK， 我们下期再见。